10月25日确实应该是被铭记和欢庆的日子。1950年10月25日是志愿军赴朝的首战之日。首战告捷之后，毛主席致电祝贺你们出战胜利。那一战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志愿军的战士们面对的是美军的飞机、大炮和军舰，以及回看过去全盛时期的美军，士气和信念尤为关键。志愿军将士们的英勇无畏，打出了整个抗美援朝战争这一陆军军事史上的奇迹篇章。16年后的同一天10月25日，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联合国的会场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而更早该被铭记的是80年前的10月25日，那一天，中国政府在台湾的受降仪式上接收了战败的日军的投降书，明确表示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归入中国版图。可以说，台湾光复这4个字本身就代表了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哪有什么台海局势现状，只有从1943年开罗宣言便奠定的1945年被波茨坦公告再次确认的一个事实，即台湾属于中国领土，日本战败后已归还我国的法理铁证。今天我们再次纪念这个同属于中国人民的日子，台湾光复纪念日，庆祝两岸伟大的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缅怀全体中国人民在顽强抵抗外侮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而过不了这个节日的，究竟算是精神混血还是民族叛徒，咱们可就要好好掰扯掰扯了。郑丽文也好，马英九也罢，口号喊的9·2共识，然而对统一却闭口不谈。那么本次的台湾光复日的设立就是验明正身的机会了，这是历史、法理和民族大义的3重绑定。庆祝光复，我们来谈一谈两岸统一。不认同光复，甚至跟着日本学舌大谈中战而非战败的墙头草，就等于撕掉了自己的伪装，有何颜面自称中国人？沉默的荣耀热播，实际上就是把全体台湾人民拉回到那个时代，回忆起他们的先辈也曾是抗日的英雄，民族的脊梁。即便当时败走台湾的初期，日寇尚且备受鄙夷，如今何至于登堂入室到日台亲善的地步？堂堂正正的中国人真的就甘心被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一群手下败将，一群负有历史罪责的贼寇匪首所驱使吗？不得不说啊，教员当年的阶级分析法至今依然是斗争的利器。光复纪念日不仅验证的是台湾领导人的中国人身份的成色，也是区分宝岛之上哪些是同胞手足，哪些是日据时期留下的魑魅魍魉的法宝。回看当年解放战争，对于国统区第一件事做的就是文化唤醒，告诉群众苦难和艰难的本质是阶级矛盾，是德不配位者私为庶餐，宗饱私囊，鱼肉百姓带来的。地主不是穷苦佃户的救世主，台当局也不是什么自由民主教的代言人，其本质就是殖民势力培植的党羽，通过掠夺台湾同胞的剩余劳动，结与国之欢心，以维持自己缺乏民意基础也缺乏政治正当性的统治。现在可以说是已经打响了文化认同的第一枪了。如果说10月9号我们的强硬反制美方贸易谈判的漫天要价是战略反攻的号角，那么现在的种种迹象都在表明，我们正以一种全新的态度塑造自身的地缘环境和国际角色。毕竟以中国人对于历史的浪漫理解，10月25号就该是充满英雄主义的豪迈，以及不畏浮云遮望远的胆魄的。最近几件事情啊，放在一起看，大家或许对我的这个论断会有更直观的感受。第一，就是对荷兰染指我海外资产，冻结转移安氏半导体的强盗行径采取了异常果断刚猛的还击手段，完美的还原了那句台词，大家不要误会，我就是针对欧洲的各位。我们对于荷兰屈从于美国的施压，撤换安氏半导体 CEO 的操作，一句废话都没有，直接断供，一片芯片欧美都别想拿到，一个公司硬刚整个欧洲是很难的，但是背靠着祖国那就不难了。于是现在的局面就是安氏总部自己告了自己，拿走了属于文泰科技的全部股权，结果也就只拿走了股权，对中国境内的生产线和分公司毫无办法，芯片一片也拿不到。而安氏中国更是强硬表态，荷兰总部相关决定在中国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安氏 CEO 张秋明职务和身份保持不变，其职权范围内的行为代表着安氏中国业务运营一切正常。现在轮到欧美不正常了，全欧洲也找不到芯片的汽车财团正在疯狂的施压荷兰，一旦停产，对于生产企业来说，每天都是天量的成本流水式的花出去，可以说是损失惨重。而凭一己之力闯出这天大的祸事的荷兰经济事务部大臣卡雷曼斯是出了名了。开始他还嘴硬说啊，我是为了防止技术和专利流失，结果被荷媒 NOS 爆出来，法院庭审文件显示啊，美国曾与荷兰外交部接触，明确要求替换中资企业安氏半导体的中国籍领导层。现在摘不干净的卡雷曼斯急吼吼的约我们文涛部长的电话，
并要求尽快访华。然而，很显然，我们要是想打得这一拳开，就得让欧洲这海盗发家的传统真正的吃到亏才行。既然我们不打算收手，自然就没有必要给一个欧洲政客进行表演的机会。那同样来不成访华的，还有德国的外长瓦尔夫尔。德国现在也学起法国走那种软硬的路线了，要敢于画饼，勇于口嗨，